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那麼我在前面專門講了一個台海永久和平的視頻，但是有不少網友質疑玩書的觀點。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位專家的觀點這是一位重磅的專家。我們再來談一下台海未來到底有沒有可能有戰爭。那麼這位專家呢，在美國的權威期刊《外交事務》英文叫 Foreign Affairs，最新刊登了一篇重量級的專業文章，徹底引爆了國際軍事圈的討論。寫這篇文章的人來頭大得嚇人啊！他是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他在文章當中直白的就指出了外界對中共的軍事優勢的恐慌完全是誤導，而且適得其反。可能很多人就像網友一樣的來問中國解放軍下水餃式的建造軍艦也有30多年了，航母一艘接一艘的下水，這不是全世界都看在眼裡的威脅嗎？而這位美軍前太平洋最高統帥要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潑冷水，點破這其實是紙老虎一個。其實美軍高層早就已經看穿了中國建軍最致命的一個虛胖的體制。很多時候呢，吹噓這個共軍的威脅論，只是為了要更多的軍事預算而已。布萊爾不一樣，畢竟他早就已經卸任了，可以老實的說話。在文章中，他剝開了 PLA 看似龐大的外殼，露出了卻是與台灣當年曾經十分相似的大陸國家建軍思維的一些短板。總共總結起來有5大方面。第一個就是嚴重不足的兩棲的運送能力。要想武統台灣，真正唯一的勝負點在於能送多少重裝部隊上岸並守住。那麼這個問題在二戰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前就由丘吉爾解決了。這就是什麼呢？就是建造大量的兩棲登陸艦船，不是大船，是小船。而一開始的英軍的造船能力由於受到德軍的襲擾嚴重缺乏，只有2到3千艘的數量。後來美國利用強大的工業能力補足。大家知道，美国在二戰中，它總共造的軍艦數達到6萬多，飛機是4萬多啊。那麼諾曼底登陸用的7000多艘艦艇呢，並不是全部都是冲锋陷陣的小艇，它是一個複雜的立體體系，大概有1200餘艘的戰鬥艦，大型登陸艦300多艘，包括著名的 LST 坦克登陸艦、大步兵登陸艦等等，還有中小型的登陸艇約有4000餘艘，這是關鍵的。其中包括運送步兵的 LCVP， 就叫希金斯艇，運送坦克的 LCT， 也叫坦克登陸艇。這個是由丘吉爾發明并監制的，因為大家知道丘吉爾當年是這個海軍大臣嘛，還有一些火力支援艦以及各類驳船造成的後勤保障艇有700多艘即使如此大的这個軍力在登陸時候登陸之後也有20萬人的傷亡，登陸當天就有傷亡了1萬多人。但中國目前瘋狂建造的遠洋驅逐艦，真正的正規的兩棲登陸艇以及氣墊船卻嚴重不足。就算加上他們異想天開沒有武裝的民用的這個滾裝貨輪如果在美台第一島鏈的密集的反艦導彈和成千上萬的自殺無人機面前，那就是海上巨大的移動棺材。我們注意到諾曼底登陸時，盟軍掌握了絕對的制空權。那麼台海目前制空權肯定由 F-35掌握，就算當年如此，丘吉爾也不敢拍板開打登陸，是吧？還是奧森豪威爾下的總攻令，但是傷亡人數20萬左右，是吧？這是盟軍現在要打，傷亡人數起碼在50萬以上了。第二點就是改不掉的陸軍老大哥的思維，這一點呢 LPA
解放軍跟台灣當年那一套啊一樣的，就是黃埔那一套東西了。他們至今由陸軍将領把持，缺乏海陸空跨軍種指揮的學養的知識，包括專業軍種。要升遷靠的就是不是專業，要靠這種理念。布萊爾透露了許多共軍將領甚至搞不清楚某些遠程反艦導彈根本不歸海軍管。這種骨子裡的農民的那個陸戰思維，根本無法應付這個瞬息萬變的現代化高科技海空戰。在最近的俄烏戰場上，烏克蘭就利用大量的無人機開始打擊俄境內的縱深目標，1-2千公里也不在話下，什麼煉油廠、航天基地等屢次被襲，搞得莫斯科现在的加油站都沒油了。這就是現代化的立體戰爭，和過去的陸軍的大部隊作戰是完全不一樣的。是吧？加上這個台海這個情況更加複雜，對吧？第三點就是呢，這航母與遠洋艦的戰略本末倒置了。就是目前解放軍眼前的最大目標就是台灣，那麼資源應該全面扎在兩層短程的两棲防空壓制和後勤上面。但是呢，中国却把大量的預算拉去蓋昂貴的福建艦的航母戰鬥群。台海只有100多公里寬，把巨大的航母開進海峽無疑是等於送給台灣和美軍的飽和飛彈攻擊的超大活靶子。其實航母是拿來跟美國在太平洋爭面子當然太平洋它是移動的這個海上基地嘛，是吧？這爭面子用的是吧？而不是拿來打台灣的，這叫本末倒置了。第四點呢，就是中共將領的知識斷層與缺乏實戰的現代化戰爭，打的是信息化和跨軍種的高度整合。中國雖然成立了5大戰區，但是內部是政治掛帥，本位主義根深蒂固。將領在面對動態的無預警的實戰時候，缺乏基層授權與靈活應變能力。我們這一點就舉個例子，在最近飛進了北京核心區域的小飛機撞樓事件，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在突發事件面前，他的反應是不及時的，他沒有充分授權。第5點呢，就是東南沿海的防禦，它有一個間隙。你像這個2027年威脅論在美軍各軍種發酵數年之後台海的攻守已經默默有了巨大的改變。美軍今年在第一島鏈如沖繩常態的部署了NMESIS 反艦飛彈系統，包括精準海馬斯系統以及高超音速的武器。中國的幾十萬大軍只要在東南沿海集結，那麼港口與後勤基地還沒有在出海前，就會面臨毀滅性的飽和打擊。他們現有的防空系統是根本無法全數攔截的，要不然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就不會當着自家國人的面被抓走了嘛，對不对？所以他這個有這個時間間隙，他一旦集結，馬上飽和攻擊。所以綜合以上5點的，那麼丹尼斯·布萊爾總結做了一個評論，就是中國的解放軍呢，就像一個練了全身肌肉，包括核武遠洋艦隊是吧？但偏偏沒有鍛鍊雙腿、兩棲登陸、跨海後勤的拳擊手，上肢力量強壯，下肢短小。如果你用 AI 把個圖畫出來，應該有點像柯基。所以大家為什麼說美軍要在這個時候說出真相呢？布萊爾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發生？其實呢，完書分析呢有2個極為關鍵的一個戰略考量。一個方面呢，他是為了反擊歐美內部的失敗主義和盲目的恐慌，是吧？是吧？這可失敗了，這像台灣也有嘛，是吧？打不贏了，失敗了，恐慌了，投降算了，是吧？加上近年呢，西方的輿論不斷炒作2027年中共武統的時間表，導致市場與盟友過度的集體焦慮。所以布萊爾直接點破，2027年只是中共建軍100年的一個政治口號，它不是實戰能力。過度的恐慌反而會落入中國的下組與認知戰的這個陷阱。另外呢，我們看一下這個在技術層面也就是戰術層面的4代壓制已經成型了，就是差好多代了。
美軍其實在過去的10多年裡面，早就針對了中共發明的這個新軍備，研發出了專門用來反制克制的下一代不對稱武器，比方說無人機載具，比方說高超音速的反舰武器。所以在實際的戰術戰爭推演中，台灣與美國的集體軍事優勢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新技術的加持下更加的穩固。那麼這場台海戰爭的比賽的這個局面呢，表面上看的是這個航空母艦和飛彈數量，但骨子裡比的是誰的建軍邏輯更符合實戰，誰的工業生態更能持久。那麼過去的台灣呢，它走過的是不是就重外表輕後勤大陸軍思維的一個建軍的冤枉路？如今呢，這個冤枉路呢，正由對岸用數十倍的資金規模，非常諷刺的在這重蹈覆轍。而台灣呢，經過了這10幾年的逐步的改造，就摒棄了過去那種踢正步啊，練那個刺槍術啊等等民國初期的那種老舊思維，看起來只是小事，但是我們大家跟王叔一起見微知著啊，一邊是玩高科技，一邊是拼閱兵，其實歷史已經為台海海峽的戰爭準備拉出了時代的這個代差，這個代差已经太大了。真正打起來，王叔的總結就是損失50萬人，损失上百艘、上千艘的這個軍艦和小艇，最後也還搞不定所以這種決策最好不做，兩岸永久和平最好。就像當年的俄羅斯跟烏克蘭一樣，你不打就是大家都好，你好我好都好，是吧？做点錢賺點錢，做點生意算了，是吧？你這一打，你看俄羅斯現在沒油了，當然烏克蘭也打爛了，是不是？沒好結果，雙輸的結果。稍微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這是雙輸的結果，好不好？所以今天的視頻，王叔再次來支持上次的视頻，台灣永久和平了，一點事兒沒有，好不好？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大家和王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